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来给大家聊一点新鲜的事情啊。咱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要开战了，对吧？马克龙病了，马保国亮了，对吧？这马克龙和马保国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马保国亮不亮，看起来和马克龙也没啥关系，对吧？那面具人在这里先给大家卖一个关子，咱们先来说一下世界局势啊。这越是接近1月20号总统交接日期，越是容易发生大事故。先来说说马克龙吧，当然了，和马保国的太极是两个事件，但是这个太极拳也和世界有关。反正今天的内容信息量非常的庞大，你们今天慢慢听啊。首先来说一下马克龙这边啊，马克龙生病了，马克龙中标了，马克龙确诊了，这个是真的。国家级别的高官都开始中标了。昨天是蓬佩奥，蓬佩奥仅仅是隔离，不算确诊啊。但是今天这个马克龙算是确诊实锤了。法国总统于12月17日发布公告称，马克龙当日得知其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先前呢，他因为出现初步的症状而接受了检测。公告称，根据相关的防控规定，马克龙开始了7天的隔离，并将以远程的方式继续工作。这个隔离不是14天吗？怎么马克龙只用隔离7天啊？那可能是总统级别的人医疗条件好，他这个恢复得快，对吧？那这个马克龙生病可是非同小可啊。马克龙曾于确诊前日在爱丽舍宫接待葡萄牙总理科斯塔并共进晚餐，而他也曾在本月14日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了会谈。报道称呢，他原定于12月22日至23日访问黎巴嫩。此外呢，马克龙还在本月10日参加了欧盟27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峰会，也就是说，葡萄牙总理科斯塔不是踢球的那个科斯塔啊，是葡萄牙总理科斯塔，并且呢，还在1周前参加了欧盟27国领导人会议的这些人啊，这些会议啊，并非是线上，而是线下会议，大家都是有接触的机会的，这就意味着这些国家领导人都有可能中招啊。对了，说到欧盟呀，最近德国又开始抨击中共和俄罗斯了，可谓是针锋相对呀。德国政府批评莫斯科和北京要为联合国向叙利亚提供救援物资受阻而负责。今年7月呢，联合国安理会经过艰难的讨论，就继续为叙利亚民众提供跨境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达成一致，但是呢，跨境运输的口岸却被限制在唯一一处的地点。联合国自2014年起为叙利亚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是在最初的几年，通过伊拉克呀、约旦和土耳其的4个边境口岸，把这些物资可以送到叙利亚。然而呢，在俄罗斯的压力之下，4个口岸减少到了2个，这使得叙利亚一些地区的物资供给恶化。今年7月呢，俄罗斯要求将运输口岸进一步的限制为1处。那这样的话，对叙利亚来说是非常的不利的。本来有多个通道，现在变成了1个通道了，那这等于说几乎是断粮了。俄国呢这边再安排点人在通道把守，那这个物资呢就等于是送给俄罗斯了，对不对？俄罗斯这边阻断物资到达叙利亚，然后呢，中国这边的狗皮膏药就贴上来了，和俄罗斯合伙指责救援物资无法到达。那面具人就觉得这明显是耍流氓了吗？你把物资阻截了，还要说物资无法到达，这真是的。所以说呢，在12月16号的时候，德国驻联合国大使霍伊斯在安理会视频上批评俄罗斯与中国对叙利亚人道主义援助的立场，称两国指责救援物资无法运输到达叙利亚的说法十分冷酷无情。那面具人我也觉得是冷酷无情，你分明是不让人家把物资运输过来，你还要说别人不运输物资，那这真的是太二了。
那霍伊斯根敦促莫斯科和北京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允许开放更多的跨境运输口岸，以便食品还有药物能够真正的运达到这个叙利亚的民众手中，并且呢，霍伊斯根批评联合国安理会放弃了叙利亚民众。霍伊斯根说，俄罗斯不但在叙利亚内战中支持当权者阿萨德，而且呢，加剧了民众的痛苦与死亡。俄罗斯副大使波扬斯基则指责德国说，如果安理会放弃了叙利亚民众，责任在于德国和西方的虚伪行为。他还对霍伊斯根说，我们不会想念你，德国今年年底将结束为期2年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任期。那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姚绍军则表示，德国在安理会的表现不符合世界以及安理会的期待。他说，德国通往常任理事国的道路将会是困难的。在这里面具人要给大家说一下德国目前还不是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和英国，10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由其余188个联合国会员国每2年轮流担任。德国目前不是常任理事国，所以呢，德国在联合国里面的地位是很低的。日本也不是常任理事国。其实大家可以这样理解联合国就是2战后的成王败寇、封侯加爵的盛宴，5大常任理事国基本上就是2战出力最多的战胜国，战败国日本、意大利、德国都没戏。中国按理来说是中华民国才有资格进联合国做常任理事国的，但是呢 anyway 各种原因导致了5个人起家的烂破共产党小池塘把大海掀翻了，把中华民国推翻了。他用如此巧妙的方式坐上了世界王者之一的联合国5常。当然了，中国的野心现在也是越来越膨胀了，他不但要小池塘掀翻大海，他还要疯狂宇宙呢。中共现在还要把美国给掀掉呢。你说应不应该小心中共呢？是不是？德国有没有机会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呢？德国实际上真的是欧盟的领袖。其实在之前德国如果能把欧盟的状况整合的再好一些，就可以以欧盟代言人的角色进入联合国。但是呢，欧盟的英国现在要脱欧，英国未必会支持德国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因为这样反而会导致欧盟的权力大于英国，干啥总是德法合起伙来，处处压制英国。那这种下场呢，肯定是英国不想看到的。同样呢，欧盟区同时有3个常任理事国，也未必会对亚洲是个好事儿，它也会必定遭到中俄美3国的反对因为这个欧盟英法德加起来可能会压制其他人的投票。但是呢，现在英国要脱欧，欧盟现在的凝聚力可以说是大大的下降了。那法国马克龙也要右转嘛，对吧？当然了，大外宣们肯定是赞成英国脱欧的，或者说什么美国应该内战呀，美国应该分裂呀之类的说法。因为世界越是沙化，越是一盘散沙，越是有利于中共逐个击破，挨个勾兑。我能击破的击破，击破不了的我勾兑嘛。如果其他国家形成了一个强劲稳固的联盟，就像铜墙铁壁、坚如磐石一般，那就会让中共非常头疼的，懂了吗？反而呢，大家互相猜忌，大家互相敌对，有利于中共见缝插针。目前来看呢，欧盟现在已经是心不太齐了，几个大佬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小算盘打了，唯独靠德国苦苦支撑那是不可行的。德国眼里面还是非常看重欧盟的，但是英国很明显是不要欧盟了，懂了吗？法国的马克龙其实他也不想要欧盟了，他现在也在右转，走孤立主义。马克龙别说是欧盟不想要，马克龙连北约都不想要了。
不过呀，这世间呀，兴许真的是有报应。虽然面具人我不太喜欢用什么神鬼报应、玄说之类的话啊，但是马克龙这个家伙呀，又是右转，又是走孤立主义，又是在法国搞文革那一套，发动人民斗人民，又是在法国搞整体安全法，不让记者拍摄这些啊，然后呢又是亲俄。马克龙就是咱们看的那些魔幻电影里面守护正义一方，往往会出现一个内应，因为他的恐惧而崩溃了，或者是堕落了，选择加入敌方当带路人的那种内鬼。个人觉得啊，面具人个人认为马克龙就是类似这样的角色，他先是承受不住世界激烈竞争的压力，他自己选择了和川普类似的路线啊，什么保守主义呀、右转呀、自我欺骗呀，对吧？那马克龙这次得病也算是个报应吧。你毕竟马克龙你在法国煽动人民斗争，煽动穆斯林和本土人民，煽动穆斯林和其他人民的仇恨，你这样做导致了很多血案的，你知道吗？哎，这下马克龙应该借着这个病隔离的机会好好冷静一下。好了，咱们来讲今天的节目的第二个重磅人物啊，那就是川普想要开战的事情。哎，咱们放在最后说啊，因为这个事儿太猛了。咱们先来说一说马保国，哦不，太极拳。太极拳这几年啊，已经从人们心中的高深莫测、神乎其神的超级武功走下了神坛。现在的太极拳，大家都是茶余饭后提起来，调侃和嘲讽太极拳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其实中共现在派出来的一些武林打假的人呀，对传统武术的人进行抨击。真正的高手他不去找来打，他都是有选择性的找类似于太极雷公呀、马保国这类不厉害的啊，真正能打的高手他绝对不会找，并且呢，雷公、马保国人家背后啊也是有背景的。这些人呢，一个打假，一个被打，大家都是在上演一出戏。如果你只是一个平民老百姓，你就算你战斗力真的高，你想跟人家东哥打，人家谁屌你呀，对不对？你算个什么东西呀？并且呀，中共动用自己的网络资源，专门给你捧红一些伪类，这其实是有目的的。大家想想嘛，中共管制互联网，如果中共不想让哪种言论、哪种东西在中共的网络中传播，那它根本就不可能传播起来。咱们就拿马保国来说，面具人我不用文宣的专业术语来给你们解释啊。就像马保国一个看起来如此傻逼的人，居然可以获得如此大的媒体资源和各路神仙都在捧马保国的机会，那你们就能知道这中间是怎么回事了。尤其是在中共这种人治的高度管控媒体网络的社会，你花钱叫别人给你推，人家都要看你给了多少钱呢，并且要看你推的内容有没有涉及到国家法律、国家法规的和和谐的问题。你还别说，真有那么多人是吃饱了撑了，做什么鬼畜恶搞视频，一帧一帧的来回抽来回抠的啊，呱呱呱叽叽叽，一个视频反复的一个动作来来回回掰几十遍几百遍。做这种视频呢是非常累的，非常麻烦的，谁一天会吃饱了没事干弄这种事儿呢？尤其是中国现在这种高压社会，信用卡不用还了吗？房贷不用还了吗？儿子不用交学费了吗？钱从哪儿来啊？你一天花10几个小时，甚至花几十个小时做这种视频啊，不赚钱了吗？不上班了吗？可能性不高吧，是不是？那为什么这些人还要这么做呢？你不如问问，为什么党还要这么做呢？因为呀，你把这些所谓的传统武术大师打趴下了啊，这种对传统武术有针对性的，并且是有区别性的打假啊，会让中国老百姓认为传统武术都是假的啊，中国这些练武之人都是骗子，都是垃圾，从而呢，让中国老百姓对中国武术丧失信心，从而呢，丧失尚武精神。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有利于维稳，因为大家都不学习暴力了，不学习武功了，
认为这些都没用，大家就网上吹牛逼就行了啊，互相跟风带节奏就行了，变成渔民，变成傻子。可能会有一些观众会觉得，哎，这有啥？这算什么？你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也架不住群殴呀，对不对？共产党他有的是武器，是不是？共产党有的是人呐，对吧？啊，那面具人我就在这里要告诉你们啊，你还真别小瞧共产党，并且呢，你也不要小瞧你自己。是一个人的彪悍，一个人的尚武，对共产党来说根本构不成什么威胁。但是全民彪悍呢？大多数人彪悍尚武呢？全民彪悍尚武就有可能对共产党构成威胁了吧？观众朋友们，你们自己仔细看看啊，民主国家的人民都是个体强悍的。你看美国白人、黑人啊，除了黄人啊，他们都是不服就干你的性格，他们把生死置之于度外。你看美国的疫情这么严重，人家照样集会。美国人有枪，人家照样游行上街争取自己的权利。这换中国人敢吗？不敢，最多就像民主大师一样，嘴炮战神，怂恿别人上街去干，骗别人上街去干别人啊，自己却躲在键盘背后撸钱，对不对？求打赏，对不对？你也别说美国的医保怎么了，美国现在的经济医疗系统都快崩溃了，很多人都看不上病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也别找理由说美国的福利多么的好，多么的铁，没啥意义。大家现在都是在极端环境中，所以呢，你不要去说这些大话靠山山倒的这种话，并且呢，中国人也不要小瞧自己。当然了，也不是说让你们去听吴建民的现在上街全民共振去，咱们只需要一点点的发现、启蒙、改变，以家庭为单位，自己慢慢觉醒，对吧？你连你周围你最至亲的人你都说服不了，你还想说服陌生人呢？你不是做梦呢？这才是正道，对不对？当然了，有些陌生人可能对你的戒备心少小概率情况下，有些陌生人也能被你说服，咱们都不否认，对不对？当然了，帮别人开智，帮别人清醒，这都是大功德。我说功德不代表我是这个大法学员我不信这玩意儿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老百姓过度的小瞧自己，老百姓都认为自己是贱民，生来就是这个命，狗屁都不是。那如果说你们会这样想的话，那就恰恰的证明了你中了中国共产党的那种阶级统治、红色江山代代相传的统治的轨迹了。共产党一直在潜移默化的灌输民不与官斗，人各有命，只能阶级顺位压制的，比如房东逼死租客，那共产党就大肆报道，提倡极右翼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社会，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弱，让强者变得更残忍，这才是共产党的统治核心。同样的，刚才说了，中国人民不应该认为自己太弱，而共产党也从来不会小瞧任何一个环节，懂了吗？共产党它强，并且呢，它不会忽视任何一个细节和弱者，而中国人老百姓呢弱，同样的，中国老百姓就承认自己弱，或者是自己洗脑、自己意淫、吹牛逼、自我安慰，对吧？这一正一负，反而更大的拉开了共产党和人民的战斗力的差距，懂了吗？这些都是共产党的统治哲学。中共他绝对不会小瞧任何一个人，他为了他自己的霸权他真的是可以做到算无一策，机关算尽。所以呢，就算这种细微到中国人的武侠情节、尚武精神，共产党他也是会使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文宣笔杆子的方式给你把它抑制住。而同时呢，对外共产党还要展现出他的中国风。你们看这个新闻太极拳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5届常会于2020年12月14日在线上召开。本届常会
共评审57个国家申报的5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时间12月17日晚，单独申报的太极拳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宋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以及相关实践，简称宋王船。这2个项目呢，就是太极拳和宋王船啊，经委员会评审通过，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呢，共有42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共呢，屈居世界第一。中国其实怎么说呢，他一直都想办法想要控制世界各个组织，包括联合国呀，还有科教文组织呀，只要是世界性的组织，中共都要想办法给渗透进去。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持续在文化领域制定多边规则，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次大会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197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还有2005年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等公约相协同，共同确立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公约体系。截至目前呢，这个公约的缔盟国共有180个。2004年8月，第10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决定批准这个公约。看到没？早在2004年的时候，教科文组织就基本上已经被中共主宰了，什么公约还要中共批准。然后呢，你们自己仔细看这些民主大外宣啊，民主大师啊，他们说的话都是矛盾的。他们一边说共产党是傻子、白痴、弱智，马上就要死了，可是呢，他们另一边又说中共渗透世界啦，中共无孔不入，非常的狡猾。那面具人，我在这里想说，这不是矛盾吗？一个马上要死的傻子、白痴、弱智，还能有能力渗透全世界、控制全世界的组织吗？那这些民主大师还有个矛盾的地方，就是他一边说小心中共的渗透，中共控制了很多组织，中共很厉害，然后呢又说美国退群很好，美国应该退出这些组织，美国应该内战，美国应该解体啊！你看这些民主大师一边抨击中共的大一统，一边还要煽动美国不大一统，分裂，对吧？那你看中共它加入了全世界这么多的组织，得到了高速的发展，这证明了什么？既然中共加入了这么多的群，变得很厉害了，很渗透了，这证明中共选择的这条入群的路是一条高明的路子呀，对吧？那既然加群是一条高明的路子，那为什么你们这些民主大师还要让美国不走这条高明的路子呢？反而要让美国退群，要让美国分裂呢？你这是想害美国吗？那我们来看看啊，中共目前为止都获得了什么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啊？2008年昆曲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木艺术，蒙古族长调民歌。2009年中国篆刻、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中国书法、中国剪纸、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南京云锦制造技艺、端午节、中国朝鲜族农乐舞、格萨斯尔、侗族大歌、花尔马纳斯、马祖信俗，马祖信俗好像台湾也在搞，呼麦南音热贡艺术，中国蚕丝中国蚕桑丝织技艺，藏戏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宣纸传统制作技艺，西安古乐越剧。2010年中国针灸京剧，2011年中国皮影戏，2013年中国珠算，也就是那种算盘上面用珠的技术的那种计算方法，2016年24节气，2018年藏医药浴法，2020年太极拳宋王传。看
中国得到的这些世界文化遗产多不多？这些都可以让中共用来自己包装自己的做门面的东西嘛。说实话，很多老外都觉得中国人很有钱，中国人都是土财主，并且呢，欧洲人呀、东南亚人呀，认为习近平对民主的威胁还没有川普高呢。说实话呀，你看一些主流媒体报道中共大撒币，习近平这个人呢，确实看起来挺阔绰、挺大方的，但是这就是关键点。习近平的这种举动，确实是让一个人看着眼红，却又很隐蔽的，他可以玩渗透统战的玩法。我们不应该抨击这些理性客观的媒体啊，我们应该根据他们报道的现象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呢做出相应的调整。如果说媒体整天报道的都是只有你爱听的，对不对？那你不爱听的就是假新闻嘛，是不是？那就要说到一个人了，川普。面具人的标题也写了川普想要开战，同时呢，中共他也是非常不情愿拜登当选美国总统的。川普目前呢，他也得不到参议院了，因为麦康奈尔把川普否决了嘛，那众议院更不用想了。军队参联会也不支持川普，那川普现在想要保住自己的总统王位，只能期待外部哪块打仗了，或者是伊朗人呐、中东人呐，给你美国哪一个地方再来个恐怖袭击，让川普就能做战时总统了。那这边呢，美印太总部16日发表声明说，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拒绝参加计划于2020年12月14日到16日的与美印太总部以视频形式举行的美中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有关的会议。中共这边的回答是，根据中美两国防务部门商定，中美双方将于年内以视频形式举行上述会晤。中美双方将于年内以视频形式举行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小组会议和将军级年度会晤。中方向美方提供了关于此次会议议题和安排中的中方建议，但美方执意强行推其他单方面协议和设想，任意压缩年度会晤时长，改变年度会晤性质，甚至呢，在双方未就议题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企图强压中方参会。美国这些的不专业、不友好和不具建设性的做法，体现了美方一贯强硬霸凌的作风，这违反了国际惯例，违反中美两国防务部门1988年签署的关于建立海上加强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那中方有相互尊重和协商一致的原则，损害中国海军与印太总部之间的信任。说白了，你就是在美国让我中共心情不好，我不爽了，我在美国也能把你弄回来啊。比如说我在美国我不爽了，我可以命令我的留学生都跑，对吧？其实这个事件标志着中美两国自1998年签署海上军事安全协商机制的终结。因为没有协商机制了，那以后碰到安全问题了，大家就可以直接开干了，或者是直接升满级啊。一意孤行和美国开战，面具人我猜是不敢的，但是
那就要说到一个人了，川普。面具人标题也写了，川普想要开战，同时呢，中共也非常不情愿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川普目前呢也得不到参议院、众议院的支持，军队参联会也不支持川普。川普现在想要保住自己的总统王位，只能期待外部哪块打仗，或者是哪里给美国来个恐怖袭击，让川普做战时总统了。这边呢，美印太总部16日发表声明，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拒绝参加计划于2020年12月14日至16日于美印太总部以视频形式举行的美中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有关会议。中共这边的回答是，根据中美两国防务部门商定，中美双方将于年内以视频形式举行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小组会议和将军级年度会晤。11月18日，中方向美方提供了关于此次会议的议题安排和中方的建议，但美方执意强推其单方面的议题设想，任意压缩年度会晤时长，改变年度会晤性质，甚至在双方未就议题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企图强压中方参会。美方的这些不专业、不友好和不具建设性的做法，体现了美方的一贯霸凌的作风，违反国际惯例，违反了中美两国防部门在1998年签署的关于建立和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中有关相互尊重和协商一致的原则，损害中国海军与印太总部之间的信任。中共这么样的表现啊，说白了就是你美国让我中共心情不好，我不爽了，我就可以不参加你的会议了。其实呢，这件事儿标志着中美两国自1998年签署海上军事安全协商机制的终结。因为没有协商机制了，以后呢碰到了安全问题了，大家就可以直接开干了，那这就大大的增加了中国、美国两军海上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那这个擦枪走火的位置在哪儿呢？南海呀，就看中共敢不敢一意孤行和美国开战了。面具人我才是不敢的，但是你说美国和中共像这个级别的会议啊，这种矛盾呢，它可以低调处理。为什么美国这边他一定要借着这个会议强压中共呢？而中共这边呢，他也是高调的要应怼呢。观众朋友们，这你们就不懂了吧？面具人给你们提醒一下，有一个词儿叫做唱双簧。哎，明白了吧？好了，最后再来说说，你看啊，中共北京是如何报复俄罗斯不给中共供电的事情啊。在中共和澳洲打煤炭战、打能源战的时候，中共没有别的好的煤炭来源，那中共只能找俄罗斯了呀，对吧？结果呢，俄罗斯这边坐地起价呀，那当然了，中共肯定不敢和俄罗斯硬刚的呀，他只能发国际通稿新闻来撒气呀，他连点评抨击俄罗斯都不敢，连点评两句都不敢。虽然说中共是有野心要做掉美俄的，但是中共目前知道最好不要惹俄罗斯的。北京时间12月17日晚间11时，国际体育仲裁法庭 CAS 宣布认定俄罗斯违反兴奋剂中心规则，并对俄罗斯反兴奋剂中心 RUSADA 处以为期2年的一系列处罚。2020年12月17日至2022年12月16日的2年期间，俄罗斯将不得参加包括东京奥运会以及各项目的世界锦标赛在内的重大国际体育赛事。那能够证明清白的俄罗斯运动员可以以中立运动员的身份参赛，但不得穿着佩戴任何有俄罗斯字样的服饰，俄罗斯国歌也不得在以上任何比赛场所中播放。看，中共他不敢就是批评俄罗斯，但是呢，
对于俄罗斯被处罚的这个新闻啊，中共连续转发了很多次，他只能借用这种低级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不满。